米尼最高領導人剛死，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戰火現在全面升級了，會由他的次子世襲來接班嗎？另外，現在伊朗祭出的最新公式叫做這個去中心化的馬賽克防禦，也就是說分散的在總共是31個戰區之外。31個戰區之內來開火，現在被解讀是這個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美國以色列接下來打得住這一場長期的消耗戰嗎？我們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其實呢，在哈米尼最高領袖他身亡之後，不到數小時的時間而已，我們看到德黑蘭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個3人的臨時領導委員會。好，這委員會其中的一個成員之一，他就這樣出來做宣誓了。他說：“好，確實哈米尼已經逝世了，但是呢，接下來這場戰爭我們會持續的依照哈米尼當初的設計，優雅的進行下去。那現在看呢，要進行下去，總要有一個領導人吧？現在傳出來最高的領袖就會是哈米尼的次子了。這位是穆傑塔巴。穆傑塔巴，觀眾朋友可能比較不熟悉，我們稍微來了解一下。長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樣的一個保守派的路線，是比較強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關係非常的密切。過去他曾經打過2伊戰爭，現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組織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揮官。那麼接下來伊朗會實施怎麼樣的策略呢？其實就是針對美國跟以色列施壓。那麼怎麼樣施壓呢？就是對全球持續的做這種經濟上面的勒索跟施壓，讓美國跟以色列感到壓力。但是有沒有效？我們來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動作？用無人機轟炸在中東卡達的天然氣設施，還有沙國最大的煉油廠，荷姆茲海峽也被封鎖停滯，油價現在一口氣已經暴衝了70%這麼大的一個幅度。另外，在多個地方的機場跟港口都遭到襲擊，在阿聯、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們最近幾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軍基地，有多個美軍基地都遭到襲擊。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採取了最新的攻勢，這個攻勢叫做馬賽克防禦，也就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軍隊拆分為31個戰區，每個戰區呢就有自己獨立的一個領導人，他們就再也沒有一個所謂的統一的中央命令的一個方法了。這些領導人在31個戰區自己來決定說，我什麼時候要做攻擊，我的目標是誰，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攻擊。這樣子的好處呢，我們來看到伊朗的外長怎麼說。他說，就是因為在過去20年之間，我們伊朗長期在研究美軍的失敗案例，他認為就是這種去中心化馬賽克防禦的體系，才能讓伊朗勝利，來決定戰爭到底何時，還有如何來做結束。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這個伊朗的次子，也就是這一位強硬派的穆傑塔巴上尉，這是伊朗神權世襲化，還是接下來會跟革命衛隊的接管有關係？他會如何帶領伊朗的前景？會強硬的繼續跟美以之間來做抗衡嗎？那委員怎麼看？美國跟以色列這一次的發動戰爭哦，他們原本最津津樂道的是他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把伊朗的這個從哈米尼以下的40個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滅掉了。他認為這是外科手術式的這個非常經典的一個操作模式。但是當這件事情從第一天被他們認為說這是一個值得炫耀值得這個拿來作為教科書教材的一個模式的時候，隨着戰爭的發展，他們逐漸發現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了。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個一個都同時把它這個獵殺掉之後呢，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個困境了。第一個困境，川普不斷的呼喊說大家要起來推翻神權政權。可是哈米尼已經死了，要推翻誰呢？你要推翻總要有個人可以去推翻吧，沒有個人啦。哈米尼都已經掛了，然後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掛人，那到底你要這群人去推翻誰呢？這是第一個問題，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後第二，川普不斷的在喊說呢，我們要跟這個接班人來談判。好了，接班人已經全面都被你團滅掉了，到底哪一個是接班人呢？美國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處理委內瑞拉的時候，他至少還知道那個第2號人物，然後他至少還能夠私下的跟第2號人物有一些互動跟默契。他現在沒有了，他現在整個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狀態，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來這個40幾個人被獵殺之後，那排名接下來那第50個究竟是誰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談判呢。所以你就會看到川普不斷的喊談判，然後呢喊到最後他自己乾脆回過頭來講說，現在談判已經太晚了啊，我已經把你們都空軍跟海軍都消滅了，現在不要再來談判。可事實上我在講的是根本沒有人要去找他談判的，因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團滅掉了，誰能夠有資格去談判呢？好，這是他犯的第二個錯。第三個問題是，他把哈米尼變成烈士啊。就你本來還可以講哈米尼的什麼政權有各式各樣的貪腐問題哦，現在不得了了，哈米尼連他的家人在那一場獵殺裡頭都犧牲掉了。你不是只殺哈米尼一個人，你殺了他的孫女，殺了他媳婦，殺了他周邊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現在變成了這個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沒有真的想要殉教，但是他就變成殉教者了。那這個對整個這個伊朗的這個明星來說，那就提升到另外一個階段了。就像剛才艦長講的，你現在把我們原本也許大家還有人在批評他的人，你現在把他獵殺掉了，而且用這麼殘忍的方式獵殺，那你現在舉伊朗全國，現在誰還敢站出來罵哈米尼呢？誰還敢站出來說我要去推翻他？那個人已經為了伊朗全家都已經被美國團滅掉了。那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二兒子這個穆杰塔巴在這一次的上位，其實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個討論，因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權體制當時推翻了巴勒維王朝的時候，他們就是要打破封建，他們就是反對世襲就沒有什麼父子子繼的這種道理了。對，所以伊朗的神權政權從來不來這一套的。但是當我這次看到連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時候，這代表什麼？這代表說，美國把哈米尼變成了烈士，在這個烈士的情況之下，穆杰塔巴當時因為身體的因素，可能曾經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隊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現在變成革命衛隊跟他結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夠這個推翻掉過去在這個神權體制裡頭說不世襲這樣的一個默契扶植這個穆杰塔巴上位，這就代表說他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這個神權體制的這個正當性了，因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團滅掉了，他就是一個犧牲者，最後幸存下來的人。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再看到說穆杰塔巴曾经打過2伊戰爭，他現在是民兵組織的指揮官，他跟革命衛隊的這個關係非常的密切。那麼美國這次恐怕就會碰到了一個燙手山芋了，美國這次碰到了一顆硬石頭了，不是一個軟柿子了。因為穆杰塔巴他不僅僅只是神權的人員而已了，他不僅是有神權人員的光環，因為他的父親，因為他的家族，他現在還加上跟革命衛隊這種這個緊密的關係，包含他自己也曾經參與戰爭、指導戰爭啊。所以美國現在碰到的狀況是，川普公開曾經講過，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狀況就是伊朗的政權沒有崩解，他們找到了接班人，而且這個接班人是最強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夢從現在就要開始了。好，最強硬的接班人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結合這個革命衛隊，再加上穆杰塔巴過去有實戰等等的經驗，接下來打的這一場消耗戰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分31個區域，然後有自己的各自領導人，馬賽克的防禦方式，美以打得起這種消耗戰嘛？那艦長又怎麼看？首先我特別要講一下，其實這個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現在打來打去啊，好像制造天下大亂，這是一個完全的錯誤。我想做人，就是我們私底下這種為人，跟這個國家戰爭是一樣的。就好比說，如果我這個為人，第一個，我不要輕易樹敵，你不要輕易說這個人是你的敵人哦。這個有一句話叫做“建立10個朋友，不如少樹立1個敵人”，不要輕易樹敵，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一旦決定一個敵人，你要把他給消滅掉的時候，你記住你一定要濃縮，就是他。你不要張三也罵，李四也罵，王五也罵，全都變成你的敵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嗎？伊朗這次也是一樣的。伊朗這次的敵人其實是誰？是以色列。美國是以色列的蛊惑下來參加的這個戰鬥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結果你說那所有的美軍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樹立敵人，因為在那麼多美軍基地，你就打準一點嘛，你就打不準，打過去砰就打到旁邊一個學校或者打到一個民間，這些國家都在想你憑什麼打我？但是我這樣在說，在起碼還打的都是中東，我們在這裡看的就是看戲嘛，都是中東在那打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鎖荷姆斯海峽，你想用經濟來逼他們，美國、以色列逼不動的，那結果台灣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們這麼多都仰賴這個進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響多大？日本火大了，結果你做了一些就是對你的敵人傷害不大，美國、以色列傷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傷害了，那全世界這時候都會認為說，
你這人實在是太可惡了，我們一定要一起來想辦法把你團滅掉。這是一個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確的做法應該就是集中目標，因為就是以色列，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邊所有的這些過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蘭國家武裝組織，他們通通會覺得說我們要支持伊朗，因為伊朗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這個樣，我們是不是要幫忙他？結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嗎？這是一個，因為人人其實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們在遠東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們也覺得有些東西不能做，有些東西可以做，但基本上我們還是有一個想法，就是那是他們的事。但是如果你這個利益，像好比說害我們今天股市跌這麼多，今天很多股市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為你封鎖荷姆斯海峽，所以這個東西大家覺得心崩了，他會對他產生一個抱怨。原來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現在变成說這實在是太可惡了。這個東西是伊朗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勸所有的人就是一樣。第一個，不要輕易樹敵。當你決心要跟一個人拼的時候，記好，就是那個，你不要擴散，這是一件非常重要，濃縮你的打擊面。好，那幹哥又怎麼看呢？我們也持續的來關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實你說，這次美國擊斃了40多個，現在正確的數字其實可能會比我們想象中還要更高。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 F-22戰機護衛着那個 F-35啊，攜帶的是 AGM-158，那是長程遙攻武器，聽說發射了20多枚，還沒有加上精準彈藥，所以說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覺得今天會把穆吉塔巴給提升上來哈，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為什麼？因為你最高伊斯蘭的革命委員會是不會讓這個兒子繼承的，那現在讓兒子繼承呢，代表什麼？代表沒人。沒人呢？為什麼沒人呢？總統還在啊，總統裴德斯基安還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個虛位 ，OK，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人被川普，其實川普他一直沒有點出這個人，他就是拉里賈尼。拉里賈尼就是革命委員會的秘書，他現在還在世，也就是這個人相對比較溫和，有沒有可能是拉拔他上來？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他們先說，就說我們還是讓他的小兒子哈米尼的小兒子先來坐這個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講啊，神學士的他們就是他們這些傳教士，高階傳教士，他們的標準很高。也就是說，你這個兒子上來接任以後，你不能夠維持我們伊朗這個國家的尊嚴的話，你沒有決心要打，你沒有方法打的話，你隨時會被拉下來。因為什麼？你絕對不是一個談判的對象。也就是說，對美國來講的話，你是哈米尼的兒子，絕對不會跟你談的。所以說，他就沒有什麼伸縮的餘地。他不是要戰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戰。可是他在他們的那個什葉派裡面的神學領域裡面，他沒有權威，因為他太嫩了，他沒有權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國家機器之後，我就要開始展現我們伊朗的鐵腕。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叫馬賽克防禦系統，就是說從去年的6月的12日戰爭之後，他們會發現說，萬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們會不會變成一盤散沙？好，我現在把權力下放給31個省，每個省的省長，你們都是高尚的神職人員，才能夠當到省長，可以跟中央通報以後，馬上就決定你們可以做什麼。也就是說，在地方上的組織，以及你們能夠提供中央什麼樣子的軍事資源，你們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為今天如果說我被斬首了，而變成了一盤散沙。這就是馬賽克去中心防禦思想，去中心就是說沒有中心了，沒有頭了，我就可以整個國家不會陷入一盤混亂。所以这個就是革命衛隊他們自己提出來 ，IRGC 其實老實講，在很多地方情報戰這部分裡面其實是蠻聰明的，就革命衛隊，所以他們想出了這個方法。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 IRGC 在發揮馬賽克防禦觀念的時候，不然伊朗怎麼能射那麼多飛彈出來？是誰來統合那個能力的？那就是這個防禦系統做出來的決定。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從去年的改組之後變得現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
他那個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後，會不會讓伊朗的防禦能力更加進一步提升？這就是這幾天我們要特別觀察的重點了。好，謝謝幹哥。对，其實從我們這次看到的這個去中心化的這個指揮體系哦，是不難看得出來，伊朗早就已經準備好一套劇本。伊朗絕對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說，我倉促應戰，然後我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現在顯然看起來，他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從去年的12日戰爭之後，他就已經開始不斷的在反覆做沙盤推演了，說未來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這個情況我要怎麼樣去解決，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去中心化的指揮體系的模式。這個非常聰明每一個指揮官有4個繼任人選，然後呢，一旦發生戰爭，這個上層的指揮中心被團滅掉之後，各地的這個指揮官就開始自己按照劇本來發動戰爭了。所以照這樣的一個模式來看的話，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其實伊朗是有一套劇本的。包含現在的去中心化指揮體系都按照劇本在做，所以就回過頭來就像剛才艦長講的，外界一直在想說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國就好了，你沒事去拖這麼多人下來幹什麼呢？那麼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了，我來推測就以色列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個滅國之戰，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個滅國之戰，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毀掉了，我要被你滅掉了。我這個時候就拉大家一起來賠賬啊，全世界一起來賠。那當然你說波灣國家都跳起來了，然後歐洲國家也跳起來，那怎樣？波灣跟歐洲國家能有多少軍力？歐洲國家有軍力早就去烏克蘭戰場了啦。波灣國家有軍力就不要靠美國去支援了。你還不要講波灣國家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這樣修理，他們講過幾句話嗎？都沒有啊。所以你說對伊朗來講，他現在的這套劇本幾乎可以大膽的看得出來，他就是把全世界拉進這場大戰火裡頭，大家一起承受那麼呢，與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國，然後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國打敗，伊朗幾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就像剛才艦長講，全世界都受苦。可是呢，尤其像我們台灣，干我們什麼事呢？當不干我們的事的時候，我們就會出來講說，別打了吧，因為真的不干我們的事大家不要再這樣下去了，這樣下去對我們來說有影響的。當全世界都受到影響的時候，那這個壓力就在美國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實我認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戰，艦長是專家應該知道，都走到这種各自指揮戰爭了，就已經代表說大家就是拼死、魚死網破的時刻了。他根本就沒有打算按照傳統的這種邏輯來走了。好，謝謝委員的補充。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